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那我们今天是7个月的植发回诊。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先订阅这频道。我们现在影片准备开始 ，Let's go。好，那我们现在是植发后的7个月，一样回到台北的毛觉诊所来做回诊。上来的话是搭高铁，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的话，可以在我们之前影片去做观看。那我们就准备进去给医生看啦。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手术当天前的那个照片啊。是。那其实我们种植的头发比较粗啊，所以还蛮好辨认的。看到型会有一点点的出现但是它密度可能还要再过一阵子才会再更好一些。了解。你鬓角速度稍微比较快一些，比较快追上。鬓角麻感觉。不过一开始我们种出来的头发都还会稍微比较卷啊。那等到之后你把它剪掉之后，就恢复你原本的大卷。正常的那个，对。那目前看起来状况都很好，没什么问题。OK，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回诊完了。刚刚院长有看我现在头发生长的状况，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因为我平常都会上发品，不管大家有没有植发，在清洁上，院长有说就是一定要注意清洁，因为像我发品没有洗干净，它就比较容易有毛囊炎，所以他叫我回去在清洁上要做加强。那接下来呢，我邀请刘院长来跟我们玩一个小游戏，我会问他发型上的一些专业，那院长会提出一些植发上的专业，我们互相来 PK 一下。那我们就邀请刘院长进来。好，那我们欢迎刘医师。大家好，我是刘一坊医师。今天我们分别请刘医师和诺曼两位出一些题目，有美发的专业和植发的专业。那我们这边先说明游戏规则，我们分成是非题和绘画题。前面会先问是非题，然后有10秒的回答时间，答对一题得1分，输的一方要接受我们的惩罚哦。两边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马上开始。那我们就先进行是非题，先请诺曼向刘院长出题。第一题，头皮养护可以改善秃头问题吗？这个是我专业还是你专业？对，我觉得都有。你这样子好像有点难对不对？在你们认为你是觉得是对还是不对？我是认为不行，只能延缓。头皮养护它是保养，就跟我们脸一样，你会擦保养品。但是时间久了，年纪大，你还是会慢慢的往下掉，会下垂，会缺水，不像医美这样。没错，我觉得这是对的。我们脸会做保养，会做果酸，会做焕肤。其实头皮也是可以做这些简单的一些护理。头发其实它的生命周期大概就是我们一整个人生就是20到25个生命周期。那它这个周期到底是5年还是5年半？那你照顾好的话，就像我们车子你有在定期保养，照顾得好，它可以生长久一点点，改善秃头。我觉得这是文字上的一个认知啊。我觉得当然是说改善变好是不可能，像你说的是延缓让它变得比较好，或生长状况比较 OK， 这我觉得是可以啦。那改善你说长出新的头发是倒是不行啊。对，这一局算答对。偏暗的肤色，如果染明亮的颜色，会让肤色看起来比较明亮吗？就是它比较黑，然后染比较亮的发色，皮肤看起来会不会比较亮？答案是会。你就想欧美的小麦肤色，那我们染了浅色发色，它当然会让你衬起来比较明亮一点点。但是如果你肤色已经黑了，你又是黑发，你整个人是没有亮感的。你们题目有点难哦。对，你们的题目，头发很脏很油，要先洗过头发再染吗？当然啦。我们的话是我们会直接染后再洗，因为洗发会把头皮原本的脂质先洗掉。他们都出陷阱题给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是想要惩罚。等一下，先染再洗啊。因为主要是头皮上的油脂啊，但是他们说是头发很脏，但是在那个之前也会冲水，先把它洗掉一些，不会就直接梳一梳而已。院长有染过头发吗？没有。难怪不知道。通常不会洗，就直接刷。对，除非他头发有很多发蜡、发油那种很多油脂跟什么很多人工的东西的话，就会先洗。不然的话不需要。对，如果你只是纯粹出油。真的哦。下一题啊，都是烫卷的话，冷烫的卷度会比热烫卷度还卷，对还是错？冷烫会比热烫还卷，对还是错？院长院长写叉叉，然后答案是圈圈。院长知道冷烫跟热烫是什么？那冷烫跟热烫，跟我们用的
化学药剂有关系啊。现在基本上已经热烫已经不那么流行了嘛，对不对？热烫现在是最流行的啊，真的哦，又变成哦，基本上它跟它的使用的方式有关系嘛。对，都是药剂，但是是不一样的药剂，一个是膏状的药剂，一个是水状的药剂，它里面碱浓度是不一样的。对，我是说他们出的很难，对，有点难呢。对啊，好，烫过的头发可以马上漂吗？不行，对，是不行的。哦，想开了。这终于对一题。对，那烫过的头发可以马上染吗？理论上可以吧？哎，可以。对啊，可以。漂粉它是燃烧色素粒子，那染发的话是色素粒子做氧化。破坏。对，一个是燃烧，一个是氧化，所以破坏性完全不一样。他们的样子看起来你可能要讲人话。听不懂。看起来好像有点。好，下一题，染发完可以马上烫头发吗？刚刚是烫过能不能漂嘛？对。然后烫过能不能染嘛？然后现在是染完的头发可以马上烫头发吗？颠倒过来了。对，不可以，为什么？染剂它其实是破坏那个什么我们的毛发的那个，然后让它色素可以吃进去嘛。色素吃进去之后，我们要破坏它的架构的时候会加热。那加热的时候，它结构破坏的时候，它那个染剂是不是就会流失？对，就会流失。主要就是这样，就容易应该是这样子啦。好，答对了。我们可以开多一个项目染发。染发项目。最后一题了。细软发烫发了，洗头洗没几次就直掉是正常的吗？答案是对，跟粗硬发相比会比较容易直掉。那所以如果两个那个时间不一样的话，比如说细头就是用久一点的话，是不是就只能用卷一点，更卷，再卷一点？对，可是洗没几次就直掉是正常的吗？是正常的。染发或是烫发会不会伤害到发质？正常的观点来讲的话，我们染或烫都是伤头发的发质的。对，头发其实是上面其实是像鱼一样有毛鳞片的。对。那破坏完之后，如果你的保护做得好的话，是不是能让它维持更久？是，我觉得不见得是不行。不能说不行啊，但是太频繁的应该是我的认知，太频繁的是会真的是伤它。对，但是如果你做完这个染烫完之后有做好好的护理的话，其实应该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啊。你答对了，对，是对的。很多客人会觉得烫染伤发质，原因就是你的护发或者是你的药水判断不到那个程度上，所以很多客人在我们沙龙用完发质是比原本好的。就是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一直去护发、修护它，然后并且补充它流失的东西。对，所以我可不可以加一题啊？西林到底是好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西林，我觉得是好东西耶。我也觉得是好东西耶。怎么说？看头发，我头发这长度当然不需要。那他们那种头发长的，你没有西林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保护它，你那个油脂根本不可能跑那么远啊。但是我们有遇过那一种细鳞太多的，直接卡死在头发里面，所以就是变成是每一个月做一次深层的保养、清洁一定要。大家知道西鳞是什么吗？我们讲简单一点，矽利康听过哈，台语也想听。西鳞它是因为它防水啊。那为什么我们头发要用西鳞？是因为西鳞它在外面的时候，那它就会保护着，然后它的毛鳞片比较不会开掉它就会开叉，会分叉，会断掉，会比较干。那我们短发，因为我们头皮有油脂了，所以它有办法弄到我们的头发。那头发长的人，你不做护理哦，你每天这样吹一根头发五年呢，你这5年有办法正常不用什么东西让它保护得很好吗？我觉得很难的。所以一定要做一些护理啦。所以适当的，比如说1个月，我的想法是1个月啦，做一次深层的清洁，把它洗掉，差不多。然后等1个礼拜之后再做一次护发，把它保护起来，还是当下就可以做？我们是当下就可以做。通常当下，然后深层护发通常就是2个礼拜到4个礼拜一次嘛。深层护发，那你像我们在烫前为什么一定要洗？就是因为把这些东西洗掉，深层洗。好了，我的问题结束了。今天其实是来帮我上课而已。好，然后我上课了。我一定要改一个难的，因为这些都是你要会的东西啊。来，第一题，持续抠抓头皮可能会造成秃发，对吧？哇，这样对一题我就输了吗？因为我还记得那时候植完发，院长还特意说减少触碰它的那个。没错，因为我们头皮就像土壤嘛，土壤的环境好，我们的头发生长的一定会比较好。抠抓造成一些
伤痕啊，这些都一定会受到影响啊。那受到影响了之后，毛囊本身，比如说这根头发本来它应该要长5年的，但是它在第1年的时候，因为你的一个破坏，它就先死掉了。然后它进入下一个周期，它这个人生里面，它就少了一个周期。对，因为刚刚院长提到20到25左右，对，一天掉超过90根就可能有秃发危机。不对，我印象中是50到100根是正常的。太聪明了！其实我刚刚偷改了一下答案了，因为他们是问说一天掉超过100根就有秃发危机。没有错，所以是50到100中间是正常，超过100就是有危险的。我很多客人会问我，就是他最近洗完头发，排水沟很多头发，是不是他快秃头了？那你会怎么回答？怎么会变成这样？没关系，我来回答。对其实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公平哦，因为女生头发长，3根头发就一圈了。男生头发这么短，有时候根本就洗一下就进排水沟，根本就看不到。我有那种客人，他就跑过来，那种发友，他说：“医生，我掉好多头发，我好紧张。”所以我收集一整天的头发，你看这样一坨。然后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数一下多少？”他果然真的。回去数了1个小时后，回来说：“院长，我数了85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跟他解释说，其实那样是正常的。不过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警讯啊，因为女生比较敏感，因为她们每天在洗头，她们头发长。所以如果说你觉得那个量是比平常多大概2倍以上，真的是一个警讯。尤其是最近这段期间，因为我们刚好遇到现在打疫苗造成的落发，其实还蛮常见的哦。但它有个好处，它是都会长回来了所以就不用太担心。它就会有一个3到6个月的一个更换，就跟产后跟落发一模一样。对，那就是我们俗称的休止期落发。那我们再进入下一题，我看能不能改难一点好了。治疗落发的口服药效果都差不多，只是品牌不同而已，对吧？诺曼这边他的想法应该是说，比如说我们讲柔沛有不同的品牌，然后效果都是一样，这是对的啦。那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有柔沛可以使用啊，也有视尿通可以使用，我想他们可能是要问你说，是不是视尿通跟柔沛是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以柔沛来讲的话，它是不同的品牌，是不同厂商出的，其实效果是一样的。所以这一题应该是你算是对的。我很多客人问说，除了保养头皮保养之外，是不是配合吃药？那他们在流传吃药是会影响生育上的问题。应该是说吃药有3%的人会觉得性欲有一点点受影响啦。性欲受影响跟生育老实说是没有什么关系啊。其实男生大部分都不是在考虑生育啦，男生大部分都觉得哇天哪，我受到影响我会很害怕。大部分97%的人其实是不受影响，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那怎么知道呢？就先吃看看吧。就像这个食物你从来没看过，你到底会不会过敏，就吃看看你就知道了。那如果有过敏就停掉，那就没事了。所以几率不是那么高啦。但是这个药还是要切记说，如果这个药你在服用的话，真的要跟老婆放的一些药品放离远一点。如果老婆误食的话，她不会怎么样，但是她吃完之后这半年她可能要先避孕。如果想要计划要再生小朋友的话，在服用最后一颗到你要备孕的时候，大概至少要隔半年。以女生来讲，男生就比较不用担心这一块了。这太简单了，这个好了，那我们还是要问，口服洛尼定一定要医师开立处方签才可以取得吗？正常来讲是吧？对吧？洛尼定其实是我们擦的生发水的口服的剂型就等于是落健的口服剂型。对。那因为落健的口服剂型，它其实不是真的每个人适用，所以有时候还是建议跟医师讨论说，到底你是不是适用？懂，了解。但所有的药是理论上都是要开处方签才可以拿的，没有错。对。来，再进入第5题喽。早上洗发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升头发的健康。应该不用吧？没错，会比较蓬松。因为油脂，但是跟健康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们想要问你说，早上洗头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早上洗头，我觉得那没有什么对错了，看个人习惯吧。但是因为我们有看几篇文章，他们是说，如果你一早先洗完头，你把你的油脂都洗掉了，没错，但你出去你会被阳光晒，你会有紫外线，你的头皮会没有油脂的保护，就直接被刺激到。
我们头发它最大的作用其实是在保护我们头皮啦，所以其实不是油脂在保护我们头皮，是我们的头发。他这个问题应该是，我猜他应该是想问说，如果早上洗头的话，头皮是不是会比较健康？因为有些人在流传说，我不要用洗发精洗头用水保护油脂，让油脂留住。任何的不管是洗脸洗头也好，其实我觉得只要过度都是不好的。因为油脂是需要的。你说有些人提倡说我1个月不用洗发精，我觉得那是看你居住的环境。如果你住在深山里，那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废弃物啊，本身他的头皮不是那么油的人，或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说现在就是在都会区里面提倡这样的话，我是比较不建议啦。我们走在路上其实有很多的废弃物，汽车啊、摩托车啊那些排气的废弃物，甚至说我们现在下雨，有时候下来的雨都是酸雨，这些都会粘着在我们头皮上，油会让这些东西更粘得更死。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如果你们回到家里没有把它清洁掉的话，其实不是很好的。好，来一个送分题好了。植发后可以喝酒，让血液循环变好，毛囊长得会更好哦。不行，为什么？听起来还蛮合理的。就跟刺青一样啊，我也刺青前后也不能喝酒。为什么？不知道。医生也有讲过，就是植完发前后都不能喝酒，好像1天吧。对吧？我隔天也没喝啊。可以抽烟吗？抽烟没讲到，还是我没印象。大家都会过滤自己想要听的，你知道吗？建议都不要了，不管是前或后啦。当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手术前嘛，你前一天你去喝酒，然后忘了来的时间，或是撞到头，或者是遇到意外，那当然是我们不想遇到的。所以手术前我当然是建议不喝酒，然后再来就是手术后，我们喝酒或者是去泡温泉，那种血液循环比较好的话，其实对毛囊不见得是好事。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这个东西插进去，它还没有稳固，那血液循环好的时候，下面有小河流在那边流，那这个河流变大的时候，万一如果它把这个毛发冲出来掉了，那就麻烦了。头皮你们手术完，你会发现，其实第一天没有感觉，你去撞到你也不知道，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那喝完酒有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比较迟钝啊，那所以通常建议术后真的是1天都不要碰酒，会比较好。那我们的是非题就告一段落了，就进入到第2个部分，就是绘画题。那我们先向我们的院长出题。好，请院长画出诸葛亮的发型。哇，糟糕！你们有诸葛亮的照片吗？他的发型啊，我没有印象。马桶盖。对啊，他有什么发型？糟糕，这样认得出就很奇怪了。好，那再来换我们的院长帮我们的诺曼出题，请画出地中海形图。地中海。那个半熟蛋，还是都没有。不，我觉得他这样还看得出来，我那个可能真的有点难。可以。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诺曼胜出，耶！那我们的刘院长就即将接受我们小编精心准备的惩罚。这边是我们小编精心准备的瓦萨比吐司，那就请我们的院长好好的品尝。一口。还有吐司哦，还不错，还不错。一口，没有一口吞下。一口有点大呢。吐司多一点会去分散到真的。真的。你就把它当生鱼片吃吧。都不要聊就好。所以我要怎么结束？我要怎么结束这一段？为什么？还不错，要不要再分一个给那个诺曼吃一下？好，那对于今天我跟院长的美发还有植发知识，你们搞懂了吗？那么感谢院长的参与。谢谢大家。好，那么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对今天影片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一一回复给大家。如果没办法回复的，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最后，如果对植发有兴趣或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在这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做点击询问。那我们的影片到这边结束，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